景清法师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叶晨有些惊奇。此人在自己耳中出现的频率不算低，他能在栖霞寺帮菜菜子悟道，没想到竟然还跟日本的高僧有交集。他并非一个多疑的人，但直觉让他觉得，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，如果多次出现在自己耳边，这里面总是要有些说道的。于是他便问菜菜子：“你这次又见到那个景清法师了吗？”并没有。菜菜子摇摇头。景清法师主持完葬礼之后便离开日本了，而我没参加葬礼，所以也就没见到景清法师。我是等葬礼结束之后才去金阁寺里祭拜空隐法师的。金阁寺现在正在翻修，本来是暂不接待香客祭拜，不过好在伊藤家族一直是金阁寺最大的捐助方，所以寺庙也给行了方便。叶晨微微点头，感叹道：生活中真正遇到的修士并不多，有限的几个都是敌人，或者曾是敌人。这位景清法师能以佛入道，想来一定有过人之处。要是有机会与他见上一面，论道一番就好了。说话时，他心里又被自己这番感叹所提醒。修士本就极其少见，所以从自己悟道开始，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修士，无一例外都与自己有些渊源，要么是破清会的人，要么便是自己身边的人，比如菜菜子。前者是瞄着自己来的，后者是在自己身边忽然悟到的，而且是被那位景清法师点拨悟到的。换这个观点看问题，景清法师的出现，若是跟自己没有一点渊源，好像就不符合这个规律了。此时的菜菜子并不知道叶晨在想什么，他听闻叶晨想跟景清法师见一面，出于对心爱之人的宠爱，他便脱口而出道：既然叶晨君想见景清法师，那菜菜子想办法帮你联系他一下，看看他是否愿意与叶晨君见上一面。叶晨问：你有他的联系方式？菜菜子摇头：这倒是没有，不过景清法师在佛学界还是很活跃的，有心找他应该不难。叶晨又问：此人在佛学界是什么身份？有其他人知道他是修士吗？菜菜子说：景清法师本身是一位年少出家的僧人，在几所佛学院深造过，随后便开始四处云游挂单，讲经辩法，对很多佛法的理解都非常深刻，得到众多佛学大师的认可。不过我觉得外界肯定不知道他修士的身份，毕竟修士这么惊世骇俗，就像叶晨君一样，平时也肯定不会让外人知道。叶晨忽然恍悟，喃喃道：你说的对，任何修士都有一种怀璧其罪的心态，不能也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秘密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反问：可是景清法师与你无亲无故，甚至以前从未相识，他为何不惜暴露自己，也要点化你，助你悟道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菜菜子一下子也有些迷茫。叶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他皱眉说道：修士在这世界上，就像《三体》中描述的黑暗森林里的猎手，谁都不敢点燃火把吸引对方，而且看到其他火把，要么第一时间远离，要么第一时间击杀。像景清法师这样主动出来帮你悟道的，不符合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规矩。菜菜子有些心慌，连忙问他：叶晨君是觉得景清法师不怀好意？倒也不是。叶晨摇头道：他冒着风险不求回报的带你悟道，想来一定不是坏人，也一定没有歹念，所以不是不怀好意，只是动机不明。叶晨毕竟不是林婉儿，如果他是林婉儿，想到这一层的时候，他就该想到萧初然的离开，是不是也跟景清法师有关？如果他能想到这一层，再想办法追溯一下萧初然之前的行动轨迹，说不定就能得到与林婉儿一样的推断。眼下的他只觉得景清法师的出现似乎另有目的，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菜菜子便说：既然叶晨君怀疑景清法师的动机，那就干脆找个机会当面问问清楚。如果他只是偶然间发现我有悟道的慧根，顺手点化我一番，那就不必太过担心。
可如果他是有意接近我，有意要点化我，那这件事就扑朔迷离了。因为一个修士，如果他能关注到我这个没有悟道的人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先关注到了叶晨君你。菜菜子的分析进一步拨开了迷雾。叶晨也觉得，一位存在几率极小的修士，偶然间遇到一个同样几率很小的天赋之人，并且还能慷慨地顺手帮他悟道，这概率算一算就知道渺茫的吓人。如果这世界上修士存在的几率是1000万分之一，而有天赋成为修士的几率是100万分之一，那么他俩凑巧在一个地方自然碰面的几率，比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几率还要小得多。所以怎么看都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，而且要大得多得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叶晨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，他觉得景清法师大概率和唐四海是一样的人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很想去紫金山见一见林婉儿，把自己的这个结论告诉他。因为在叶晨潜意识里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坦诚相待，最没有秘密可言的人就是林婉儿。除了林婉儿，他对谁都有所保留。菜菜子见叶晨面色凝重，却不说一个字，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赶紧说道，忽然觉得这个景清法师挺深不可测的，他究竟是怎么关注到叶晨君的，又是怎么通过叶晨君关注到我的呢？叶晨被他启发，赶紧问他，你还记得你跟他见面的细节吗？记得。菜菜子点点头，说，我听别人说起景清法师，说他加持过的护身符非常灵，所以就动了念头，想去给叶晨君求一枚，所以才在栖霞寺见到了他。说着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低语，叶晨君也知道，我就是一直都有点封建迷信思想。叶晨抓住了什么，立刻问他，所以你是从哪里听说他的？菜菜子如实道，是在电梯里，就是汤臣一品的电梯里。叶晨更觉蹊跷，皱眉道，汤臣一品的电梯里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对，菜菜子说，我当时坐电梯下楼去地库，中间上来一位邻居，他在电话里跟别人说起景清法师来栖霞寺的消息，还说了景清法师会为信众加持护身符，于是我就主动追上去问了一下。叶晨眼睛微眯，一道凌厉的光芒从中闪过，随即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，这个女人有问题。